嗨，我是 Dawson，我是管理过上百个人创意团队的创意人。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就是领完年终就是一个离职的跳槽期，你是怎么看待即将离职的这些员工？讲到这个话题啊，我想应该也都是很多老板心中的痛哦。因为每次领完年终的时候啊，员工就会纷纷提出啊，我要离职啊等等这些内容。当时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有一种被过河拆桥的感觉，或者呢是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好、这个人从不会养到这么精明能干，然后最后员工离职了。好、那通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呢，人事部门的做法是什么？我想大概都跳脱不了先谈话。好、谈话的时候聊聊一下，他离职的原因是什么？我要告诉大家，别傻了，因为他不会告诉你实话的。然后呢，如果这时候你还要挽留他，我也告诉你别傻了，因为既然想要离开，你怎么讲他都不会留下来。这个时候啊，人事部都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举动，好，比如说，哎呀，把他的门禁卡没收，哦，或者是刷指纹进不去，又或者是把他电脑的密码给改掉，好，让他用不了密码，又或者是警告他你不准再碰客户了，好，让他去签什么竞业禁止条款，然后告诉他说，哎呀，你签了竞业禁止条款以后，你就不能再碰我们客户啊，诸如此类，恐吓他这样。可是你想一想哦，人有这么笨吗？早在你不要让他碰电脑的时候啊，电脑内容早就已经拷贝出来了。早在你要让他签那个竞业禁止条款的时候啊，他早就把这些线索给他的后来要做的那家公司去做了。不管老板做什么，或者是人事部做什么啊，其实他们都会处于一种匮乏的频率，担心这个人剥夺了些什么。好，那做出来的方法一定是让你觉得不可思议啊，或者是会让人家觉得这真的是不可理喻的过程。好，所以今天呢，如果你听完我刚刚在讲的东西，你感同身受，那你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因为啊，看到影片最后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什么。从这支影片当中啊，你能学到4个步骤。利用这4个步骤啊，你可以知道如何用创意的方式让离职员工能够继续为你贡献他的人力资源。第一个步骤啊，其实是开诚布公的感谢他。员工帮你卖命了这么久，你一定要花很长的时间培育他。那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其实你应该要感谢他这几年来把他的时间、把他的青春花在你的公司上面。所以你真的是要真诚的，不是虚心假意的感谢他，感谢他多年来的协助。好，那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啊，透过这样子的感谢，让他敞开心扉，并且告诉你他的下一家公司是什么。为什么要了解他的下一家公司呢？原因跟我们的第二个步骤有关。第二个步骤啊，就是帮他引荐，因为他要跳的那个行业有可能是你们同一个圈子里的。他到了竞争对手那边去的时候啊，重要的是你如果有认识里面的人，帮他组个局，让里面的人罩着他一点。那如果你也不认识这家公司里面的任何人，如果没有认识也没关系，帮他写个推荐信，帮他很好的顺利的过渡到新的公司去。第三个步骤是什么呢？请他在离职之前，先帮助你找到一个能够代替他工作的人。代替他工作的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因为总不能他走了以后工作没人做吧，所以要做好业务交接跟经验的交接，这2个很重要。因为一个公司能够继续运转，其实都在这2件事情上面。那如果在他还没有离开之前，能够把这些东西顺利的交接下去，并且身为老板的你，你还帮他去介绍了这个新公司，他也会很用心的把这件事情做完。这就是第3个步骤。第4个步骤就是他已经到了那家公司以后，记得每2个月或者是3个月，其实要组织一下过去离职的员工吃一顿饭。好，那为什么要去吃这顿饭呢？关键就在于啊，聊聊他的生活近况，聊聊他的公司近况，公司近况或生活近况啊，你才能够知道，哎，这个员工我有没有办法再帮到他？好，在生活上帮到他，工作近况呢，也可以了解在工作上有没有办法帮到他。同时呢，你也可以了解竞争对手的业务状况，而且不只是要这样做，并且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发个简讯给他，发个过节的小礼物给他，都是很重要、很必要的。
因为他现在就在你的竞争对手那里，如果他能够让你知道现在他的那家公司正在做些什么，对于你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资讯的来源，对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待离职员工，你不应该用匮乏的态度来面对他们，你应该要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感谢他们到了另外一个新的公司，并且还能够跟你成为一个好朋友。最后的总结其实有3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在商场上宁可有100个朋友，也不要有半个敌人，因为通常一个公司会失败，都在这个半个敌人当中。第二个，所谓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就是在你公司的时候，它是你的人力资源；当他离开公司的时候它就是你的人脉资源。要千万记得，一个生意做得好一定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做得非常好，再来才会聊到我们的专业技能到哪里，这个非常重要的第2点。第3点发自内心的抱持感谢的态度，员工感谢到你的真诚，他们也许会帮你带来新的业务机会。我的过去的几个属下，有一个呢后来是小米设计中心的总经理，其实我会做小米的顾问，跟他非常有关系。另外一个呢是蓝标集团的副总裁，他是我带的一个策划。那也就是因为我都跟我过去的属下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我后来自己在开公司的时候，其实也获得了他们很好的帮助，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老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天讲到这么多，最后其实我还想要做一个投票。那个投票呢，就是你的过去的印象当中，你的离职经验是什么？那我也一样做了4个选项。A， 你是不是在离职过后被公司当成背叛者，然后弄得超不愉快？ B， 你当离职的时候你也觉得这家公司没什么好留恋了，再也不想要再跟这家公司有往来。 C， 当你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你会对这家公司依依不舍，虽然离职了，但偶尔还会有联络。 D，或者是你有其他的想法，请跟我们分享。为什么要做这个调查呢？是我想要了解一下这么多的公司在员工离职之后，他们是不是拥有高情商的方式在看待离职员工这件事情。最后如果你们在职场上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帮你们解决的，我很乐意你们提供给我，我愿意提供我的经验跟我的创意，帮你们来思考职场上的很多问题，所以请你留言给我。如果今天这一期的节目你觉得对你很有帮助，麻烦你点赞。如果你觉得一点帮助都没有，请你倒赞也没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想要让这个频道的内容继续能够做下去，麻烦你帮我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子我就会有更多的动力来创造出更好的内容了。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这些东西呢能够带给大家一点点小小的帮助。我们下一期见喽，拜拜。